儿子，渔场底下藏着咱们董家的根，你一定要守住，千万别让外人占了去。这枚龙形玉佩，你要一直带着，记住了吗？董明，这是渔场收购协议，你家公章都盖好了，你签个字，把渔场转让给我。这协议上面怎么会有我家渔场的公章？这张明明锁在我家抽屉里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当然是我拿的呀，咱们俩都要分手了，我拿你个破章用怎么了？李梦瑶，你在我家渔场办公室做这种事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也清楚你们家的情况，去世的爸，生病的妈，我选择跟金总在一起，有什么错？董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你守着这破渔场，连个名牌包都买不起。梦瑶跟着我吃香喝辣，不比跟着你受穷强。金大海，欺人太甚！就你也配跟金总动手？给我按好了！董家第100代样龙氏董明，今日龙脉觉醒，赐你龙丹1口，等我龙脉异能，守一方祖地，切记！还装死？就这点本事也敢跟我横？金老板，海面突然起了大浪，邪门的很。晦气，好好的怎么突然闹海？走，先撤，3天后我再来。我就不信这破渔场他董明能守得住。这，我怎么能看穿墙壁，而且有使不完的力气？刚才的金龙、龙丹，难道不是梦？控水，神力，我真的觉醒异能了。燕龙氏，我爹临终前说的，居然是真的。儿子，渔场底下藏着咱们董家的根，你一定要守住，千万别让外人占了去。这枚龙形玉佩，你要一直带着，记住了吗？爹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守住渔场，您放心养病。儿子，你记住，我们董家在古代被称为样龙氏，我们祖上是养龙的家族。万龙氏，养龙。爹，您放心，我如今得了龙脉龙丹，一定会重现样龙氏祖上的荣光。金大海、李梦瑶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董明，金老板说了，他要收购这家渔场，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3天后不签渔场转让合同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3天，用不着3天，咱们走着瞧。明子，你疯了！昨天金大海才找上门威胁，码头都被他的人盯着呢。你现在出海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再说近海早就没什么好鱼了，出去也是白跑一趟。周叔，我知道您担心我，但我妈还在医院等着钱治病，渔场也得撑下去。我不出海，难道等着金海骑到头上欺负吗？可你一个人出海太危险了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，好歹有个照应。不用了，周叔，您在码头帮我盯着点就行，我心里有数。您放心，我不仅能平安回来，还能捞一票大的，不然拿什么跟金大海抗衡？左前方300米的暗礁区，居然藏着这么大一群大黄鱼，果然没看错，全都是大黄鱼。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我的船坏了，船底漏水了，救命啊！陈姐，居然真的是你！谢谢你，董明。我船上的发动机突然坏了，船底还漏了点水，再飘下去我都怕盘船沉了，吓死我了。船底裂了个口子，确实挺危险的。你船上有没有渡扣的东西？没有，我出来得急，什么都没带。董明兄弟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一个女人在这海上漂着，真的怕死了。没事，我下水推你回去，你在船上把好方向就行。下水推？这怎么行？这船这么重，还进了水，你一个人怎么推得动？再说海水这么凉，你下去会冻坏的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总不能看着你漂在海上，等
等船沉了喂鱼吧。动了，真的动了！董明兄弟，你力气居然这么大！扶好栏杆，不要乱动，我把你送回岸上。董明兄弟，你也太厉害了！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有本事的男人。等回去了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抓好船舷，别掉下来。他的手臂好粗啊，而且力气这么大，这样的男人就该属于我陈妹。吓死我了！谢谢你啊，董明兄弟，又救了我一次。陈姐不用这么客气，乡里乡亲的帮忙是应该的。看你脸上都是水，我给你擦擦。今天要不是你，姐这条命就没了。董明兄弟，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？以身相许行不行？董明，我还以为你出海干什么去了，原来是跟陈拐夫在船上厮混呢。我船坏了，是董明兄弟救了我，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，自己嫌贫爱富傍大款，还有脸说别人。我没工夫管你们这些破事儿。董明，你爹生前欠了10万块余料款，现在债主把欠条抵给我，这笔账咱们是不是该算算？什么10万？老董生前只欠了8万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变10万了？欠债不用算利息的，不想还也行，把渔场签给金老板，这笔账就一笔勾销，多划算。10万，金大海，你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拿一张破欠条就想讹我家渔场？白纸黑字，今天要么拿10万块钱出来，要么签渔场转让合同。我倒要看看你打上来的那点小鱼小虾能不能凑够10万块。就他这破船，打上来的鱼能值几千块就不错了，还10万，做梦呢！董明，我劝你乖乖签字，金总心善，说不定还能给你安排个看门的活，总比你守着破渔场饿死强。不就是10万块吗？我船上的渔获，别说10万，连本带利还你都绰绰有余。绰绰有余，董明，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就你这破船能捞到什么好东西？你要是能拿出10万的渔获，我当场把欠条吃了。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就乖乖给我签字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别反悔。我的天，那是野生大黄鱼，这么满一仓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我听说城里卖好几千一斤，这一仓少说也有几十斤，再加那些东星斑，不得几10万？董明这是撞了什么大运啊？这怎么可能？近海早就没大黄鱼了，你这些鱼肯定是养殖的，拿来充数糊弄人。养殖的，金大海，你做了这么多年水产生意，野生大黄鱼和养殖的都分不清，你该不会是想耍赖不认账吧？就是，金老板这么大的人物，总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耍赖吧？刚才可是有人说，能拿出10万渔获就把欠条吃了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一个寡妇多什么嘴？就算是野生的又怎么样？在这滨海村，鱼我说了算，你这些鱼只能卖给我，而且最多给你10万块，刚好抵账，多的没有。你做梦！这么多大黄鱼，最少值20万，你10万就想拿走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抢又怎么样？在这片码头，金老板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你们不卖也得卖。想强买强卖，我已经联系了城里的水产商，人家马上就到。哼，城里的水产商在滨海村，我不让他进，他连村口都进不来。张彪，带人去路口守着，所有外来车辆一律不许进。好嘞，金总，我这就去。怎么样？现在没人来收你的鱼，等鱼死了臭了，1分钱都不值。乖乖按我说的来，还能少亏点。是吗？我看不见的。车没了，全被浪卷走了！我的妈呀，这也太邪门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刚才我们要是在车上，现在都得在海里喂鱼。董老板，我可算进来了。刚才路口那浪可真够邪门的，赶紧让我看看鱼，我可是特意带着现金过来的。没问题。全是野生大黄鱼，还有东星斑。董老板，你可太厉害了！这样，我给你28万一口价，现在就转账，怎么样？28万？真的？那还有假？
这么好的货，我转手就能赚不少。董老板以后有好货，可一定要先想着我啊！听到了，28万不就是10万欠款吗？我现在就转给你，连本带利，1分不少。董明，你别得意，不就是赚了点小钱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运气不可能一直这么好。渔场的事儿没完，咱们走着瞧。钱收到了，欠条是不是该还给我了？还有刚才是谁说我能拿出钱就把欠条吃了的？走！明子，太解气儿了！刚才金大海那张脸比锅底还黑，咱们终于扬眉吐气了。这才只是开始，金大海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什么？我妈病情恶化？押金交好了，病人已经推进了手术室，你在外面等着。后续还有住院和康复的费用，大概还要几10万，你提前准备好。好，麻烦你们了，一定要治好我妈。哟，这不是董明吗？听说阿姨突发心梗，我特意过来看看。不用你假好心，我妈怎么样，跟你没关系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阿姨后续治疗康复哪样不需要花钱？你刚卖鱼那点钱够撑几天的？就你那破渔场能赚几个钱？等这点钱花完了，阿姨后续治疗怎么办？总不能看着阿姨没钱治病吧？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只要你签了渔场转让协议，你妈治病的费用我全包了。你不可能每次都有今天这么好的运气，你想想，是你妈重要还是那破渔场重要？金大海，你拿我妈的病来要挟我，我妈治病的钱我自己会赚，你盯着我家渔场不放，安的什么脏心烂肺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金总是给你台阶下，你真以为靠打鱼能赚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码头我已经让人盯着了，就算你还有今天的运气，也别想顺顺利利卖鱼。等你钱花光了，我看你拿什么给你妈治病。我能不能赚钱不劳你操心，倒是你打我家渔场的主意，小心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好，我就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等你没钱交医药费的时候，别哭着来求我。我们走。如今我觉醒了龙脉，靠着龙丹的力有了异能，不能浪费这些能力，先赚钱，然后再解决金大海他们。光靠打鱼太慢了，海底除了鱼，肯定还有别的值钱东西。是沉船，里面还有瓷器，这下真的发财了。坏了，沉船在几百米深的海底，我没有专业的潜水装备，根本下不去这么深。就算我能憋气，也撑不了多久。景言，你别吓姐姐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苏总，浪太大了，我们的人根本不敢下去。已经打了救援电话，可救援队过来还要半小时。二小姐她恐怕撑不了那么久。这位先生，求你救救我妹妹！只要你能救她上来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100万不500万。苏总，不行啊，这浪这么大，太危险了。我有控水异能，还有龙脉龙丹护体，可以试试自己有没有水下呼吸的能力。而且人命关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别急，我下去救他，你们在上面做好准备，等我把人送上来。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小伙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海里暗流多，下去很容易上不来的，别到时候人没救上来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不下去试试，怎么知道救不上来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人命没了吧？景言先生，你们一定要平安上来啊！水下呼吸，龙丹不仅能让我透视和控水，还能让我在水里呼吸。苏总，都过去快2分钟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恐怕您做好心理准备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答应过我会把景言救上来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这都快3分钟了，海里没动静，怕是……等也没用啊，正常人憋气2分钟就极限了，
何况还带着一个人，我看他俩都悬。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，快拉他们上来！这怎么可能？抱着人还能跳这么高？你是人吗？他呛了不少水，不过没大事，我把他肚子里的水拍出来就好了，你别担心。姐，我还活着吗？我就是想拍个海浪照，谁知道脚滑掉下去了。先生，太感谢你了，我叫苏童，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救了我妹妹的命，你想要什么报酬，尽管开口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人没事就好。举手之劳？这么危险的事怎么能是举手之劳？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董明。今天的事情不用放在心上。是龙，刚才那道声音绝对是龙。姐，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还有那金光，不会是海里有什么怪物吧？董先生，你见多识广，刚才那动静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应该是海底发生了小型海震，连带激起了海底矿物反光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这种事很常见。海震？海震能发出像龙叫一样的声音？我跑了10几年船，从来没听过这种动静。你没听过，就代表不存在。大海里的怪事多了去了，不要少见多怪。董先生，今天多谢你救了景燕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务必收下。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道谢。你家住在哪里？道谢就不用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家在滨海村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董大哥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们肯定要报答你的。你把手机号留给我们呗，不然我们想找你道谢都找不到人。行，号码你们记一下，真要谢的话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我先走了。姐，这个董明也太酷了吧，身手好，人还淡定。刚才那么大的异象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咱们可一定要好好报答他。何止是身手好，我总感觉他身上有秘密。回去查一下滨海村董家渔场，我要知道他的全部情况。过2天，咱们亲自上门道谢。龙吟，金光，位置刚好就在那艘古沉船那里。难道沉船底下就是龙脉的节点？我爹说渔场底下藏着董家的根，果然没骗我。沉船里的古董肯定价值不菲，要是能全部捞上来，就算把整个渔场翻新快建，肯定都绰绰有余。今晚就动手，趁着夜深人静下去一探究竟。董明弟弟，我猜你忙了一天，肯定没吃饭，特意在家炖了点鱼汤给你送过来，肯定累坏了吧？麻烦你了，还特意跑一趟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对了，你收拾这么多箱子干什么？难道又要出海捞好东西？上次你一网捞了那么多大黄鱼，这次是不是又找到好鱼群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普通的装货箱子，下次出海装鱼货用的。装鱼货？我才不信呢！董明弟弟，你本事这么大，是不是藏着什么发财的路子呀？陈姐，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这辈子都不嫌弃。我以身相许，以后天天给你做饭炖汤，帮你打理渔场，好不好？陈梦姐，你这样我有些不适应。救命的事就是举手之劳，不用太客气。我一个寡妇过日子不容易，能跟着你这么有本事的男人是我的福气。难道是我长得不好看，入不了你的眼？陈梦姐，我现在没心思考虑这些，我妈还在医院躺着，渔场一堆事要处理，没想别的。哼，董明弟弟，反正我日子长着呢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来找我。龙脉储物空间可随心收纳物品，空间大小随龙丹修为增长，居然还有这种能量，那我带的箱子岂不是都白拿了？船底下面还有东西，难道是龙脉的核心？还有刚才那道金光，算了，先回去，等下次准备充分了再下来一探究竟。这王老板是以前我爹认识的，据说在滨海市开了家古玩店，眼力还行，就是人有点势力，直接把古董拿过去会不会打眼？打眼又怎么样？有这3件正品在手，他还能把假的说成真的不成？先去探探路，要是他不识货，就再找别人。喂，哪位啊？王老板你好，我是滨海村董家渔场的董明，我爹以前跟你打过交道，我手里有几件老瓷器，想拿过去让你长长眼，收不收？老瓷器？
渔村出来的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不会是海里捞上来的破瓷片吧？行吧，行吧，你要是不嫌麻烦，就拿过来看看。东西带来了，放桌上吧，我帮你看看。3件瓷器，你仔细看看。瓷器，小子，你怕不是被人骗了吧？就这做工，这釉色，也就骗骗外行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万块，3件我都收了，就当帮你个忙。我们王老板可是滨海市出了名的火眼金睛，仿品真品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小子，2万块不少了，换别人说不定连2000都不给你。王老板做了几10年古玩生意，就这点眼力？还是说王老板见我是渔村来的，觉得我不懂行，想故意压价捡漏？小伙子别急，我刚才就是粗略扫了一眼，你说的对，得仔细看，仔细看。董兄弟，真是对不住，刚才是我看走眼了，这3件确实是真品。这样，我出80万，3件我全收了，你看怎么样？80万，王老板，你这价开的也太没诚意了吧？这随便一件拿到拍卖会上都不止这个价，更何况是3件。别，董兄弟你别急呀，800万，800万怎么样？你也知道，我这小店资金有限，拿不出太多。王老板，实话说吧，这3件只是最普通的，我手里还有更好的货。要是王老板收不起，我就找别人了。董兄弟别急，我收不起，有人收得起啊！我认识一位真正的大老板，赵天成，赵总，咱们滨海市顶级的富豪。赵天成，赵总既喜欢收藏古董，又酷爱珍稀海鱼，出手那叫一个大方。我现在就给赵总发消息，他肯定感兴趣。老王，你这次总算没骗我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，这么完好的瓷器，市面上可不多见了。那是赵总您的眼光，那还能有错？这位是董明，董兄弟，东西就是他的，董兄弟手里还有更好的货呢。哈哈哈哈，董兄弟是吧？我叫赵天成，喜欢收集点老物件。这3件瓷器我要了，3000万。要是手里还有别的好货，尽管拿出来，价格好商量。赵总爽快，就按你说的价。好，我就喜欢跟爽快人打交道。来，咱们现在就转账。赵老板，剩下的货我暂时没带过来，等下次准备好了再联系王老板。听王老板说，董兄弟是海边渔村的，那你手里应该有不少珍稀海鱼吧？赵总喜欢珍稀海鱼，那可太巧了。我正准备把我家渔场改造成高端海钓场，等钓场开业了，欢迎赵总过来捧场。真的假的？高端海钓场，只要鱼够好，10万块一天我都愿意去。董兄弟你放心，开业那天我肯定带着一帮兄弟过去捧场子。那就先谢谢赵总了，到时候我提前通知你。王老板，留步。金总，金总，有重大发现！我刚才在古玩店门口看见董明那小子了。董明，他一个穷打鱼的去古玩店干什么？偷东西被人抓了？不是，金总，董明跟赵天成在一起，就是滨海市那个顶级富豪赵天成。赵天成，他怎么会跟董明那个穷小子混在一起？你给我盯紧点，看看他接下来要去哪儿。好嘞，金总，您放心，肯定查得清清楚楚。董先生，你母亲恢复得特别好，各项指标都稳定下来了，再观察半个月，只要没什么并发症，就能出院回家休养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。后续用最好的药，最好的护工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我妈能快点好起来。你放心，我们肯定尽力，你也别太担心。病人现在情绪也稳定，恢复的比预期好很多。周叔，我打算把咱们渔场全部翻新，改造成高端海钓场，对外开放的钓位定价1万块钱一天。啥？1万块一天？名字你疯了！咱们村周边的钓场最贵的也就100块钱一天，你定1万块，谁会来啊？这不是纯纯瞎胡闹吗？周叔，那能一样吗？普通钓场放的都是养殖鱼，咱们的钓场到时候要放野生珍稀海鱼、龙段、野生石斑。你觉得1万块一天贵吗？珍稀海鱼，那玩意儿多难抓呀！再说，就算有1万块一天，说出去人家都得以为咱们是骗子。不行不行，这事儿太冒险了。
我觉得董明弟弟这个主意太好了，高端海钓场1万块一天。现在那些有钱人就喜欢这种贵的、稀罕的，越贵他们越觉得有面子。陈妹啊，你可别犯傻呀！那些有钱人怎么可能当冤大头？这钱投进去肯定打水漂，到时候这渔场可就真完了。周叔，那些有钱人钓鱼根本不是为了鱼，是为了面子，为了圈子。要是钓场里真有珍稀野生鱼，别说1万，10万块一天他们都愿意来。看来陈姐懂得很多。董明弟弟，你要是信得过姐姐，以后海钓场的前台接待、会员登记这些杂事儿，我帮你打理。我以前在饭店干过，这些活我都熟。真要是没人来，可要损失不少钱。周叔，我意已决，钓场必须改，而且就走高端路线。陈妹姐既然愿意帮忙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太好了，董明弟弟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行，前期宣传和前台招待都归你管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明子，你真决定了？万一赔了怎么办？周叔，您就放心吧。今晚我就出海，把珍稀鱼群引到咱们渔场来。龙丹的气息能够压制和吸引这些海洋鱼类，这下子海钓场不缺珍稀鱼类了。董先生，真的是你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海上？出来办点事。苏总怎么也这么晚在海上？我们刚参加完一个海上晚宴，正准备回去呢，没想到居然能碰到你，太巧了。董先生，上次你救了景言，我一直想着登门道谢，可一直没抽出时间。对了，我听赵老板说你准备开一家高端海钓场，是真的吗？是有这个打算，正在筹备。估计过段时间就能开业。那可太好了，我圈子里很多朋友都是资深钓鱼爱好者，天天抱怨找不到好的钓场。等你开业那天，我一定带他们过去捧场。那就先谢谢苏总了。对了，海钓场开业当天，如果能邀请滨海市钓鱼协会的周会长，肯定能提高海钓场的名气。钓鱼协会，周会长？姐，那位周会长眼光那么高，对钓场的鱼品质要求也严，要是他不满意，恐怕会影响董大哥的口碑。好，这件事情我记住了，没事。鱼的品质你们放心，绝对不会让他挑出毛病。那就好，到时候我邀请周会长到场，你有个准备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开业了别忘记给我们发请帖。停船！大半夜不开灯，鬼鬼祟祟往我家渔场钻，想干什么？哎呀，是董家小子啊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们就是出来捕鱼的，天黑迷了路，不小心飘到这儿的。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哼，迷路？我家渔场周围都设了浮表警戒线，你们看不见。再说了，捕鱼用得着偷偷摸摸不开灯？你们是想趁夜溜进我家渔场撒网偷鱼吧？谁偷鱼了？你别血口喷人，这海又不是你家的，我们在哪儿捕鱼关你什么事儿？这片海域是我家渔场的养殖范围，早就在有关部门留底过了。你们未经允许闯进来，不是偷鱼是什么？吓唬谁呢？大不了我们走呗。今天我放你们一马，赶紧滚！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敢靠近渔场半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连人带船一起扣下。别，我们这就走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开船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半夜去摸个鱼都能被人发现。董明那小子半夜不睡觉，在海上晃悠什么？金总，谁知道他那么警觉啊？而且我听说，他要把渔场改造成什么高端海钓场，定价1万块钱一天呢，简直是想钱想疯了。高端海钓场，就他那破渔场，1万块一天，怕不是穷疯了异想天开吧？谁会花1万块去他那破地方钓鱼啊？他想玩，我就陪他玩玩。梦瑶，你明天去散播点谣言，就说董明的钓场是骗局，
我要让他的钓场还没开业就臭名远扬。放心吧，大海哥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保证不出3天，所有人都戳董明几两股，看谁还敢去他的钓场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董明要把他家渔场改成什么高端海钓场，还要收1万块钱一天呢。啥？1万块一天？抢钱呢？疯了吧？可不是疯了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董明那鱼根本就不是什么野生珍稀鱼，全是从批发市场拉来的，养殖冒充野生，纯骗人。不能吧？他上次不是一网捞了好多大黄鱼吗？看着不像假的。那都是他提前买好放进去演给咱们看的。你们想想，近海哪来那么多大黄鱼？再说了，他哪来的钱改造渔场？真的假的？那也太胆大了吧！那还有假？你们等着看吧，董明那钓场开不了几天就得黄，到时候钱都赔光。我可是好心提醒你们，可别跟董明走太近，免得被连累了。明子，不好了！李梦瑶那婆娘在村里到处散播谣言，说咱们钓场是骗局，鱼都是养殖的，还说你钱来路不正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就这点事儿，急什么？这还叫这事儿？要是谣言传到城里去，谁还敢来咱们钓场钓鱼啊？1万块一天，人家本来就犹豫，要不咱们赶紧去跟村民解释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越解释越有人觉得咱们心虚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是真是假，等开业了大家自然就知道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金大海他们摆明了就是想搞臭咱们的名声，肯定还会有后招，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后招？他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，我倒要看看，最后是谁哭着收场。董明弟弟，不知道谁在各个钓鱼群里散播谣言，说咱们钓场是诈骗，好多本来想预约的老板都在问咱们是不是真的，要不要先退预约啊？不用退，你就跟他们说，开业当天免费试钓1小时，是不是诈骗，他们自己钓上来就知道了。觉得不好的可以转身就走，钱我们照退。免费试钓，这能行吗？万一有人故意挑刺怎么办？挑刺？咱们的鱼都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珍稀鱼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还怕别人挑刺？真金不怕火炼，试过了他们才知道值不值。对啊，只要鱼够好，钓鱼佬肯定会帮咱们说话，比咱们解释100句都管用。我这就去群里说。金大海，你想靠谣言搞垮我，未免也太小看我了。你们最好把招都使出来，开业当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金总，您这招太绝了！现在村里和城里的钓鱼群里全是说董明钓场不好的，我看他这钓场还没开就得黄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出的主意。大海哥一出马，董明那家伙拿什么跟咱们斗？等他钓场黄了，渔场还不是乖乖落到咱们手里？哼，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。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张彪，你开业那天去他钓场闹事儿，把场面搅乱，我要让他的钓场开业当天就关门。好嘞，金总，您放心，我保证办得妥妥当当。开业那天，我让他连生意都做不成。我的乖乖，真是1万块钱钓一天，这不是抢钱吗？董明这小子赚了点钱，真飘上天了。可不是嘛，隔壁村钓场才100块一天，他直接翻100倍，想钱想疯了吧？谁会花1万块来钓鱼啊？我早就说了，董明就是想骗钱，还说什么钓场有珍稀鱼类。你们想想，近海哪来那么多珍稀野生鱼？李梦瑶，你个贱人，在外面造谣也就罢了，现在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，我撕烂他的嘴，让你胡说八道！李梦瑶，你们就这些手段？虚张声势，董明，别以为你钓场弄点养殖鱼，冒充珍稀野生鱼类就能坑那些有钱的冤大头。我看啊，你这钓场撑不了3天就得倒闭。让一位老师们叫刘姐姐为了董明啊，董明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就是搞这种坑蒙拐骗的勾当。
1万块钱一天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？我开我的钓场定我的价，跟金老板有关系吗？当然没关系，不妨告诉你，我就是过来看你笑话的。我跟你打个赌，你这破钓场要是能开超过1个月，我金大海就倒着走出这个云村，听见没？我们金总可是给足董明面子了，就他这破地方，能撑半个月就不错了，还1个月，做梦呢！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们钓场的鱼全是野生珍稀品种，物有所值，别以为你有俩臭钱就能随便贬低别人。哟，陈拐夫，你怎么这么为董明说话？他给你多少好处啊？你这么帮他，我劝你还是离远点，免得等钓场黄了，你连工钱都拿不到。明子，要不咱们先降价试试水，先定500一天，等人多了再涨价也行啊。1万块真的太吓人了，没人敢来的。周叔，您放心，值不值？等客人来了，钓上鱼就知道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客人，我看你就是等1天，也连个鬼影子都等不来。谁脑子不好使，花1万块来你这破地方钓鱼？我的天，那是奔驰大 G 吧？还有宾利，这么多豪车，来咱们渔村干什么？不会是来董明钓场的吧？赵老板，我是金大海，本地最大的水产养殖老板，您是来钓鱼的吧？你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赵老板，我是来提醒你的，这就是个骗子钓场，我家有个专属养殖区，价格比这儿便宜1半，我带您过去，保证让您钓得尽兴。不用了，别站在这里碍事。董兄弟，你这钓场终于开门了。听老王说你这儿有野生珍稀鱼类，我特意带了几个兄弟过来试试水。赵总赏脸，里面请，保证不让各位失望。董明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，哄抬物价，用养殖鱼冒充野生鱼欺诈消费者，你就不怕被人举报吗？金老板哪只眼睛看见我用养殖鱼冒充野生的？没凭没据就敢乱说话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你嘴硬是吧？今天要是有人能钓上50斤以上的珍稀鱼，我给你10万块，鞠躬道歉。要是钓不上来，你这钓场立刻关门，你敢不敢接？听见没？我们金总就是要揭穿这个骗子，大家都做个见证。董兄弟，有人送钱上门，不要白不要啊！既然金老板这么有诚意，我不接岂不是不给面子？就按你说的来，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希望金老板待会儿输了，别耍赖不认账。都听见了。董明，这位是滨海市钓鱼协会的周会长，也是国内顶尖的钓鱼行家。我特意请周会长过来，给你的钓场捧捧场子。周会长，这位就是董明董老板，这家海钓场的主人，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小伙子，就是你开的海钓场，一天1万块，我倒想问问，你凭什么收这么高的价钱？周会长，董老板他……周会长，值不值，试试就知道了。如果今天各位钓出来的鱼配不上1万全的票价，我当场全额退款，分文不取。哦，口气不小。年轻人，话别说太满，钓鱼这行水深着呢。周会长试试不就知道深浅了？要是钓不到满意的鱼，我不仅退钱，还亲自给您赔礼道歉。好，够硬气。我老头子今天就好好试试，看看你这渔场里到底藏着什么惊喜。要是真有好货，我亲自给你发协会认证。董大哥，你真的有把握啊？周会长眼光可挑了，他要是说不好，你这钓场名声可就真砸了。放心，砸不了。大海哥，你放心，董明这场子里肯定没什么好鱼，等会儿输了赌约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董明待会儿怎么跪下来求我。董明，你刚才不该跟周会长说全额退款的。周会长一辈子跟鱼打交道，万一钓上来的鱼达不到他的预期，对你的钓场影响太大了。苏总放心，鱼的品质绝对没问题。董大哥，我姐说的是真的，周会长脾气很倔，不好糊弄的。董明弟弟，天热，喝点水歇会儿。这2位是怎么不给我介绍介绍啊？这位是苏氏集团的苏童苏总，这位是他妹妹苏锦言，这位是陈妹，帮我打理钓场的宣传和前台。原来是苏总，久仰大名，多谢苏总过来捧场。不过董明弟弟平时忙得很，苏总要是有什么话，直接和我说也是一样的。陈小姐客气了，我跟董先生是朋友，他开业我自然要过来。再说我认识的钓鱼爱好者多，以后说不定还能多介绍点客人过来。就是，我们姐妹跟董明大哥可是过命的交情。那就多谢了。
不过日常的小事就不麻烦二位了。我跟董明弟弟朝夕相处，论关系，我或许比你们更了解他。我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呢，半小时了，连个鱼毛都没钓上来。我看呢，这1万块就是纯纯打水漂。某些人啊，骗子的帽子马上就要戴稳喽。就是什么野生海洋珍稀鱼，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。金总，要不咱们提前把关门的牌子准备好？急什么？再给人家点时间嘛，咱们得给人留点面子啊，对不对？我早就说过是骗子吧，你们还不信？等会儿钓不上来鱼，看他怎么跟这些老板交代。一条都没。陈妹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半小时了，一条鱼都没有？不会真的出问题了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董明弟弟明明说没问题的。董明弟弟怎么办啊？一条鱼都没有，要不你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咱们放点鱼进去。董明，要不要我去跟周会长说一声，再等等，可能鱼群还没过来。别急，我去海边抽根烟，透透气。快，董兄弟过来帮忙！这鱼力气太大了，我的天，至少100斤，绝对是龙端！我的天，这力道也太猛了！好家伙，我钓了10几年鱼，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野生龙趸。董兄弟，你这钓场真的藏了大货啊！绝对是龙端！这力道，这挣扎的节奏，绝对是野生大龙墩。近海居然还有这么大的龙盾！老头子，我钓了一辈子鱼都没见过几条。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这种动静，这条鱼至少100万。哎呀，姐姐，我是说你看董大哥的胳膊，他的肌肉好夸张啊！我的天，真的是龙趸，这么大，120斤绝对有，太爽了！这1万块花的太值了，别说1万，10万都值。不好，我的也咬钩了，这力道比刚才那条还猛。80斤的野生大石斑，还是品质最好的赤点石斑。近海早就绝迹这么大的野生石斑了。董老板，你这渔场藏着这种宝贝，老头子我服了。周会长过奖了，只要您觉得值就行。值，太值了！别说1万一天，2万都值。回去我就给你发钓鱼协会的认证，以后你这儿就是我们协会定点的海钓基地。我这也上鱼了。是黄人鱼，野生黄人鱼。我这条是红石鳗，快50斤了，太爽了！我这大东星帽也上来了，品相绝了。董老板，你这地方简直是钓鱼人的天堂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珍稀大鱼？董明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金总，现在怎么办啊？10万块倒是小事，当众鞠躬道歉也太丢人了。丢什么人？趁现在所有人都盯着鱼，咱们赶紧走，没人会注意咱们。董兄弟，我们可都被你这儿的鱼征服了，以后我们每个月都来，你可得给我们留好位置啊！对了，我们几个一人先办一张会员卡，钱不是问题。对，办会员卡，这么好的地方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定点根据地了。董老板，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啊！各位放心，会员卡稍后就可以办，鱼的品质绝对保证。以后还会有更多珍稀品种，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。这样吧，董兄弟，我先发给你500万，就当是1年的年费，不够我再补。500万呢？天哪，一个人每年500万，这么多人，一年得多少钱啊？真是不可思议。董明，你身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董老板，这是咱们滨海市钓鱼协会的官方认证牌，我今天就给你挂上。有了这个牌子，整个滨海市没人敢找钓场的麻烦。金老板，这么着急走干什么？咱们之间的赌约难道不算数了？怎么，金老板想当缩头乌龟？刚才的嚣张劲儿哪儿去了？做生意讲的就是一口唾沫一个钉，当众立的约都敢不认，以后谁还敢跟你打交道？我认栽。光认栽就完了？金老板刚才说的可是当众鞠躬道歉。难道转头就忘了？董明，你别太过分，不就是钓上来几条鱼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那你们刚才打什么赌？还是说金老板要靠女人耍赖？我输了，对不起。
我有眼无珠，我没眼光，我心胸狭隘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以后滨海村一带的高端海洋资源、海钓合作，全交给董明的渔场负责。金老板，你听清楚了，钓鱼协会也一样，以后所有官方海钓活动全定在董老板这儿。金总，你怎么了？大海哥，你醒醒啊！董老板，这是长期合作协议，以后协会所有活动都定在你这儿。多谢周会长信任。董明弟弟，累坏了吧？快喝点水歇会儿。今天可太解气了，金大海那张脸比锅底还黑呢。董明，看你忙得差不多了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哦，什么事？苏总但说无妨。是好事啦，我姐想跟你。谨言别瞎说，具体的事咱们找个地方慢慢说。董明，今天钓场的效果你也看到了，高端海钓的市场远比我们预想的大。苏董想说什么？我正式跟你提个方案，咱们联合打造高端海钓度假综合体，升级钓场，打通高端水产直供链，再配套海洋度假酒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综合体，苏总的胃口比我想的还大。不是胃口大，是这片海的价值远不止现在这点。你有独一无二的海洋资源，我有运营和渠道，咱们联手才能把利益最大化。董明弟弟，我觉得苏总这个主意不错，前端运营、会员管理这些杂事儿都可以交给我。咱们现在有了客户资源，我保证给你打理的妥妥当当。行，那前端运营就麻烦陈妹姐了，和苏总打配合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咱们渔场从破破烂烂到现在，居然还要搞什么综合体了？老董要是知道，肯定得高兴坏了。明子，我瞅着码头那边不对劲儿，好像有金大海的人鬼鬼祟祟的，别是又想搞什么幺蛾子吧？让他搞，他蹦跶的越欢，死得越快。董明那小子，居然让我当众受这么大的羞辱！我要是不搞垮他的钓场，我就不姓金。金总，现在赵天成和钓鱼协会都站他那边，咱们明着来肯定不行啊。要不，咱们找外面的人入场。外面的人？你是说刘三爷？对，就是苏北那位水产大佬刘三爷，他手里有专业捕捞船队，咱们许他高额分成，让他把董明渔场的鱼全捞空。没了鱼，我看他的钓场还怎么开？好主意，立刻给刘三爷打电话，就说滨海这边满海都是珍稀鱼，让他连夜带人过来，我要让董明的渔场空空如也。都给我使劲捞！金大海说了，这一片全是珍稀鱼，捞上来都是钱，3天之内给我捞得干干净净。放心吧，三爷，咱们这拖网下去，连虾米都跑不掉。明子，大事不好了！刘三爷的5艘大船闯进来了，10几张大拖网全撒下去了，这是要把咱们的鱼全捞空啊！咱们钓场没了鱼，还怎么开呀？什么？刘三爷，那个出了名的狠角色，他怎么会突然过来？肯定是金大海找来的。董明弟弟，咱们快想想办法呀！急什么？他们想捞就让他们捞呗。让他们捞？那咱们的珍稀鱼不就全没了？那可是咱们钓场的命根子啊！命根子哪儿那么容易被捞走？我出海审查一圈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放心，一条珍稀鱼都跑不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就这点破鱼？金大海不是说满海都是珍稀鱼吗？三爷，不对啊，咱们换了3个地方了，往往都是小杂鱼，连条超过2斤的都没有。换地方，接着捞！我就不信了，这么大一片海，能连条好鱼都没有？金大海这个王八蛋，敢耍老子！金大海，你给老子解释解释，这就是你说的满海珍稀鱼？刘三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怎么了？老子5艘船捞了整整1天，捞上来的全是这种破杂鱼，连条2斤重的都没有。你不是说近海遍地是龙鱼豆石斑吗？鱼呢？你给我变出来！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！董明的钓场昨天还钓上来100斤龙盾呢，怎么可能没鱼？肯定是你找错地方了。哼，找错地方，老子把周边海域都捞遍了。金大海，你是不是故意拿假消息骗我？三爷，您消消气儿，肯定是哪里出误会了。我们金总怎么敢骗您呢？要不您明天带着金总一起去，让金总指地方，肯定能捞着好鱼。怎么会这样？鱼呢？那么多珍稀鱼，难道还能长腿跑了不成？跑没跑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耍了老子。我带来的船队、燃油费、人工费一共80万，你今天必须赔给我，不然老子拆了你这破办公室。80万，
三爷，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没钱，那就拿你的养殖场和冷库底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凑不齐钱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太解气了！金大海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本想找人搞垮咱们，结果先把自己坑了。这才刚开始，你去查查金大海手里的水产渠道、固定客户还有下游商铺，趁他焦头烂额，咱们全部接管。好主意！他现在自顾不暇，肯定守不住这些资源，我这就去办。董明，你来了。你看我这些资产，你要是都要，我给你算最低价，300万，全都是你的。300万？金大海，你这些厂子都快烂完了，还好意思要300万？150万，所有场地、设备、供货渠道全归我。不能接受我就走，能接受现在就签合同。150万也太少了吧！我光建卤库就花了200多万。你现在不卖，再过几天恐怕连100万都不值了。刘三爷还在等着你赔钱吧？行，150万就150万，签合同吧。董明，这是团队做的龙溪湾度假综合体完整方案，分3期开发。第1期先扩建钓场，2期配套度假酒店和深海体验馆，第3期打造海洋科研基地。方案不错，启动资金的事我来解决，你这边先把团队搭起来。明子，这项目得花不少钱吧？咱们手里的钱够吗？不够，没关系，海里有的是钱。董兄弟，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品相这么完好，这在市面上都绝迹了。我的天，这和田玉籽料摆件雕工也太绝了，官方造办出的手艺吧，太少见了。董老板，您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这么多重器，您居然一下拿出10几件。董兄弟，这些我全包了，你开个价，多少钱我都要。赵总别急，这批我只出1半，剩下的我还有用。真想要，以后还有机会。还有？好，那今天这批我给你1个亿，你看怎么样？1个亿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就赚了1个亿，我这辈子连想都不敢想啊！董明弟弟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？下周有一场大型土地拍卖会，会上有滨海村旁边100万公米的临海地块，连带周边海域使用权一起拍。这块地刚好是咱们打造综合体的绝佳选址。哦，连海域一起拍？对，拿下这块地，咱们的综合体就彻底落地了，再也不用受场地限制。董明哥，你可别小看这场拍卖会。我跟你说，苏氏集团的老对手王厚哲也肯定会去抢这块地。那家伙是做地产发家的，素来嚣张得很。嚣张？他能有金大海嚣张？王厚德实力比金大海强得多，手里资金雄厚，在本地人脉也广。他一直想做文旅项目，这块地他急于很久，到时候肯定会跟咱们死磕。价高者得，天经地义。他想要就让他出价，我想要的东西还没人能抢走。哪儿来的毛头小子？这种级别的拍卖会也是你能进来凑热闹的？知道入场门槛多少钱吗？别到时候拍下来付不起钱，丢人现眼。姓王的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哟，这不是苏总吗？怎么，苏氏公司不行了，开始找小白脸撑场面？王总嘴巴放干净点，能不能拍的靠的是实力，不是嘴皮子。查一下那小子什么来头，敢跟我抢地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接下来拍卖的是07号地块，滨海村临海100万平米地块，连带周边300平方公里海域使用权，起拍价5亿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万。5亿5千万，6亿5千万。年轻人谁啊？这么大手笔，直接加1个亿，这也太猛了吧！没见过啊，哪儿冒出来的大佬？王厚哲这次遇上对手了。7亿，8亿。9亿5千万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加？10亿。小子，你故意跟我抬杠是不是？花10亿买块破地，你疯了？拍地不就是价高者得吗？王总出不起就直说，说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花天价拿块破地，我看你迟早亏得血本无归。10亿第1次，10亿第2次，10亿第3次，成交。董明哥，你太帅了！刚才王厚德那张脸都快绿了。我本来还担心预算不够，没想到你直接一锤定音。有了这块地，咱们的综合体就彻底稳了。最后一件拍品，海藏图，起拍价50万。50万，50万第1次，50万第2次，50万第3次，成交。买地花了10亿5千万，咱们手里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够支撑综合体前期开发了，资金缺口有点大。缺的钱海里有。
流动资金不够，这张藏宝图倒是正好解决了资金难题。看来需要去海里再次寻宝，凑齐开发资金。董大哥，你是不是要出海寻宝？我也要去，我可以帮忙记录资料、拍摄素材，还能给你们做饭，绝对不添乱。不行，深海太危险了，你一个女孩子跟着去干什么？有董明哥在，能有什么危险啊？再说了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深海呢，你就让我去嘛。董明弟弟，我也要跟着去，我熟悉海上情况，能帮忙打理船上事务，安排伙食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陈小姐也去？怎么，苏总觉得我不行？我跑海的经验可不比老水手少。行，那就一起出发。喂，小破船也敢来深海寻宝，还带着3个女人，赶紧滚回去吧，免得白跑一趟喂鲨鱼。你说谁呢？你们才喂鲨鱼呢！别理他们，一看就是王厚德的人。他们故意的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的船会被撞翻的。这些人也太霸道了，这航道又不是他们家的。坐稳了，他们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玩。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浪？船要翻了，快打方向！邪门了！好好的怎么突然有暗浪？别往前冲了，稳住船身！太好了，活该，让他们嚣张。董明哥，你也太神了吧？怎么刚好就有浪撞他们？巧合而已，深海本来就多暗浪。看他们能捞出什么东西来？就一艘小破船，连深潜设备都没有，还想捞沉船宝藏？做梦呢！董明，这里水深几百米，咱们连专业深潜设备都没有，根本没法下去探宝啊。要不还是回去找专业打捞队来吧。是啊，太深了，下去太危险了，万一出点事儿可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找到地方，居然下不去，也太可惜了吧。你们在船上等着，我先下去探探情况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几十米深没有氧气瓶，你撑不了多久的。对啊，董明弟弟，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宝藏再好也没命重要啊。你们觉得我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？放心，我水性好，下去看一眼就上来。这么多珍宝，比上次那艘沉船还夸张。小子，下面有没有宝贝？老实交代，敢藏私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抢劫吗？抢劫？这下面可是有沉船，在这片海域，宝物谁捞到算谁的。这小子下去一趟，肯定摸到好东西了。交出来，饶你们没事儿。下面只有一艘破沉船，早就被人捞空了，没什么值钱东西。破沉船？骗谁呢？我们才不信！兄弟们，下水看看。哥，里面是空的，就入口有几个破瓷片，不值钱。主船舱早就被人搬空了，啥都没有。妈的，白跑一趟，真是晦气！就这破沉船，还害得老子跑这么远。走。董明哥，下面真是空的。对啊，下面的沉船真被捞空了。好了，既然早就被人发现过了，那咱们就去下一处藏宝点就好了。果然，这下面还藏着东西，差点就错过这个机缘了。居然有这么多好东西，这些金红龙鱼，随便一条拿到市面上都是天价，更别说珍珠和宝石了。天哪，你们快来看，这是什么鱼？太漂亮了吧！我的天，这是极品金红龙鱼吧？我以前在水族馆见过一条，老板说单条上百万，这么大一群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品相这么完美的龙鱼，我是第一次见，他们怎么会围着咱们的船转？运气好而已，这只是开胃菜，前面还有更值钱的东西。还有更值钱的，董明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咱们这趟出海简直是捡钱啊！董明哥，你是海龙王转世吧？怎么指哪有鱼？每次下网都有好东西，也太准了吧！我跑了这么多年海，
从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事儿。董明弟弟，你这本事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。有了这批珍稀海鱼，钓场的高端储备就更充足了。把船靠过去。这位兄弟，我们是海洋科考队的，船引擎坏了，漂了快2个小时了，能不能麻烦你们帮帮忙？我看看。太谢谢你了，兄弟。对了，往前再走几十海里，有一片红珊瑚群，你们要是感兴趣，可以去看看。不过那边水流复杂，千万注意安全。红珊瑚群？对，大面积的野生红珊瑚非常少见，我们也是刚发现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红珊瑚。野生红珊瑚不是很珍贵吗？居然有这么大一片！何止珍贵，品相好的红珊瑚客价比黄金还贵，这么大面积，价值不可估量。你们在船上等着，我下去看看。我的天，是红珊瑚，这么多，发财了！快，所有人下水采，全是咱们的！住手！你们这样会破坏这片海域的生态。小子，这片海域是我们先发现的，赶紧滚，不然连人带船给你掀翻！凭什么说是你们先发现的？明明是我们先到的。哥，不行，水里全是毒水母，根本靠近不了。怎么会有毒水母？妈的！盯着他们，他们肯定有办法采珊瑚。等他们采完，咱们直接抢。哥，这船上的人邪门得很，之前沉船是空的，现在珊瑚又有水母守着，咱们跟着也没用。他妈的，为毛这些水母不蛰这小子？拜拜。光是这批珍宝、红珊瑚还有珍稀渔获，价值就远超综合体的前期开发资金了。这趟出海收获比预想的大太多，跟着董明弟弟出来，简直是躺着赚钱。名字，不好了！王厚德带了好多人堵在码头，说你偷了他们的沉船宝藏，要扣你的船，千万别靠岸！太过分了！他们自己没本事捞，还想倒打一耙？没事，周叔，我们马上靠岸。我倒要看看他想怎么扣我的船。小子，你偷了我们寻宝队的沉船宝藏，还敢回来？赶紧把船上的货物都卸下来，交给我清点，不然今天别想走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谁偷你宝藏了？你有证据吗？血口喷人就不怕烂舌头？证据？我的人亲眼看见他从沉船里捞了东西，这就是证据。少废话，让开！我要上船搜查。兄弟们，上去搜，把宝贝都搬下来。我劝你最好别碰我的船，碰坏了什么，你赔不起。赔不起？我看你是不知道我王厚德在滨海的势力。今天我就搜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王厚德，你想搜我董兄弟的船，问过我了吗？赵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董兄弟出海，我当然要过来接风。怎么，你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找事儿？算你今天运气好，小子，咱们走着瞧。董兄弟，你这趟出海可真是弄到了大货啊！整株的牛血红珊瑚，我逛遍半个收藏圈都没见过品相这么齐的货。董老板，这天然含珠个头这么匀，色泽还这么润，市面上早就绝迹了吧？你这都是从哪儿淘来的？深海沉船里捞的，运气好罢了。赵总要是看得上，这批先出一半，剩下的我找找还有没有别的买家。一半哪够？我全要了，价格你开。实话跟你说，我那帮藏友天天追着我问，就等着收点硬货撑场面呢。陈梅姐，这批珍宝卖出去，是不是综合体旅游区的启动资金就全够了？还有优余吗？何止是够，算上之前的渔获和钓场营收，不仅能填满开发缺口，还能多出来一大笔，刚好够扩张珍稀养殖区。名字，我刚过来的时候，门口都堵了好几辆豪车，全是听说有极品龙鱼和红珊瑚，特意赶过来想看一眼的老板。想看可以按会员等级预约。这2天高端会员数量直接翻了3倍，年费涨了2次，还是天天有人托关系想办卡，都快排到下个月了。哈哈哈哈！我就说你这钓场迟早火，现在直接成滨海富豪的金字招牌了。至尊年卡给我留10张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没问题，等综合旅游区建起来，还会有专属的私人钓位和深海体验项目。赵总以后有的是机会玩。还有深海体验，那感情好，我可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
资金全部到账，比预期还多了2个亿，综合体项目可以正式启动了。我下午就让团队进场。施工队和建材都把好关，品质是第一位的。董明那小子卖了一批破次就狂起来了，还敢开什么综合体旅游区？我看他是找死！王总，听说他的龙溪湾项目今天正式动工了，苏童的团队都进场了。照这个势头，用不了1年就能建成。建成？我让他建不成？去，给我买通施工队的工头，让他们给我制造些麻烦。王总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苏童的团队里有专业监理，不好糊弄啊。糊弄？做的隐蔽点，谁能发现？董明就是个渔村打鱼的，懂什么施工？到时候名声臭掉，我看他还怎么开综合体旅游项目。明白，王总，我这就去联系工头。董明，你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，赔得倾家荡产，跟我斗，还嫩了点。这批钢筋的型号不对吧？设计图纸上是3级钢，怎么换成2级钢了？还有地基的混凝土，标号也不够吧？董老板说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都是严格按图纸施工的，绝对没问题。没问题。3号地基下面少打了2根桩，西墙的水泥掺了1半沙子，这也叫没问题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自己说，不然咱们就走法律程序。偷工减料造成的损失，你全额赔偿。都是王我德指使的，他让助理给我塞了钱，让我偷工减料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这招敲山震虎用得好，经此一事，没人敢在项目上动手脚。王厚德偷鸡不成蚀把马，到时候消息传出去，肯定会损失大量合作渠道。他最好安分点，再搞小动作，就不是损失点渠道这么简单了。这什么项目？破坏海洋生态，还占了我们的地，必须停工，对我们进行赔偿。没错，必须赔偿，不然就不能施工。怎么办啊，董明弟弟？航道被堵死了，工期肯定要延误，外面村民也闹得厉害，再这么下去影响太坏了。肯定是王厚德搞的鬼，他就是想拖慢我们工期，逼我们妥协。要不我去跟村民谈谈？不用谈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航道的事，下午就能解决。邪门了！好好的怎么突然起浪？再待下去船都要翻了，赶紧走！走！这地方邪性的很，给再多钱也不能待了。周叔，你亲自出面，跟村民承诺，项目建成后优先雇佣本地村民，每年给渔村发放产业分红，还出资修路建学校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看就是缓兵之计，破坏生态不说，还可能占咱们村的地，不给赔偿，这事儿没完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董明也是咱们渔村长大的，他爹老董以前没少和帮庄村人，总不能坑咱们吧？明子，你别光说好听的，你就说句准话，项目建起来，咱们老百姓能得到啥好处？就是，之前金大海也说带咱们致富，最后啥好处没有，还差点把渔场吞了。我们凭啥信你们？大伙儿静一静，名字是什么性子，咱们村老一辈谁不清楚？他爹当年帮了多少乡亲，他能坑自己村里人？好处我一条条跟你们说清楚。第一，项目所有基础岗位优先雇咱们本村人，工资比外面市场价还高200。优先雇村人，那倒是不错，比出海打鱼稳当多了，还不用风吹日晒。说的好听，到时候全用外地工人，咱们也没处说理去。第二，每年从项目利润里拿5%出来，给全村分红，老人有养老补贴，孩子上学有奖学金，全从这笔钱里出，白纸黑字，签协议。真给分红？1年能分多少？别到时候一人分个180块的，糊弄叫花子呢。180块，等综合体建起来，1年营收多少你想都不敢想，分红只会多不会少。我看行，董明总不能骗咱们乡里乡亲的。再说项目就在咱们村地盘上，他还能跑了？也是，真能有分红，还能在家门口上班，比闹来闹去强多了。闹到最后啥好处也捞不着啊。行，那我们就信你一次，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，谁敢搞破坏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放心吧，绝对亏不了大伙儿。都散了吧，别耽误工地干活，项目早点建起来，大伙儿早点沾光。散了，一群废物！我花了那么多钱雇他们闹事，就这么散了？王总，董明让老周承诺给村民分红，还优先雇村里人，
村民们一听有实实在在的好处，立刻就倒戈了，拦都拦不住。好处？他董明倒是舍得下血本，航道堵不住，村民也散了。我花了那么多钱，全打了水漂。还有更不好的消息，咱们合作的几个建材商都打电话说要终止合作，还有2个项目方也在犹豫，说要不要跟咱们解约。解约？他们也配？以前求着跟我合作的时候怎么不说？现在见董明得势就想攀高枝？王总，现在董明势头太盛，连省里都有人关注他的项目，大家都不想得罪他。要不咱们先忍忍？忍？我王厚德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董明，我就不信你能一直顺风顺水，给我等着，我还有的是办法治你。这个月钓场营收又翻倍了，好多外地老板特意坐飞机过来，就为了钓咱们这儿的野生龙盾和大石包。可不是嘛，会员费也涨了一轮，至尊年卡都被炒到几十万一张了，还是有人抢着要。养殖区那边也顺大，你上次弄回来的那几个新品种养的都不错，个头长得快，品相也好。资源储备还要再扩充，不能满足于现状。深海那边还有不少沉船和珍稀鱼种，我过2天再出去一趟，多囤点货。又出海，要不要带专业的捕捞团队一起？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，人多反而不方便。苏大哥，大好事！怎么了？慢慢说，什么事这么急？省里的文旅考察团来了，说要考察龙溪湾项目，车队都到村口了。董老板，不简单啊！我本以为就是个普通海钓场，没想到规模这么大，尤其是珍稀鱼养殖区，不扩则而渔，这点太难得了。应该的，靠海吃海，总不能把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吃光了，总得给子孙后代留点。哦，那我倒想问问，你们这野生鱼种都是从哪儿来的？一边商业运营，一边做生态保护，成本可不低，你们怎么平衡？鱼种都是近海自然洄游的，我们只做引导，不做过度捕捞。成本高一点没关系，生意做长久才最重要。我们的综合体规划里还专门设了海洋生态科普馆，以后会对公众开放，做海洋保护宣传。说得好，有格局。我看你们的项目规划，不管是产业布局还是生态理念，都完全符合海洋文旅示范区的标准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回去之后我们就走流程，把龙溪湾列为重点扶持项目，资金补贴各方面都会有支持，你们好好干，争取做成标杆项目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！多谢考察团的认可，我们一定把项目做好。太好了，有这样的支持，咱们项目肯定能发展得更快。重点项目也太厉害了吧！咱们龙崎湾这下要彻底出名了。董明弟弟，考察团的消息刚传出去，整个滨海都轰动。这几天谈合作的商家都排到下周了。都有什么品类的商家？连锁高端酒店、文创品牌，还有潜水俱乐部，全都想入驻咱们综合体。还有好几家大品牌想拿冠名权，出价一个比一个高。咱们现在根本不愁没人来，反而得挑着选了。不是行业头部，品质不达标的，根本进不了咱们综合体。姐，董明哥，网上也报了，好多文旅博主都在发咱们龙溪湾，评论区全是问什么时候开业的，预约咨询的消息都把我私信挤爆了。别光顾着高兴，线上宣传要把控好口径，别过度营销，踏踏实实做好品质才是根本。入驻门槛一定要把严，品质必须过关，不管多大的牌子，服务和品质跟不上就不能进，绝不能砸了龙溪湾的牌子。你放心，我都盯着呢，每家都要被调，资质不全、口碑不好的，我直接就拒了，绝对不给咱们项目拖后腿。我这边也在筛合作方，优先选有高端运营经验的，等一期建成，咱们直接就能满铺开业，不用再慢慢招商。王总，又有2家合作商打电话过来解约，说要去跟龙溪湾合作，咱们手里的项目已经停了3个了。
解约？一群见风使舵的东西，当初求着跟我合作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解约？给我接外地的张总电话，正面刚不过董明，我就断他的臂膀。苏氏集团是他的核心合作墙，我就先拿苏氏开刀。张总，有笔大生意，要不要一起做？苏氏集团就是做水产文旅的那个，现在看着风光，其实内部股东分歧大得很。王总不妨详细说说。咱们联手在2级市场吸股，只要拿到控管权，董明就等于断了一条腿，龙玉湾项目也得受咱们牵制。苏氏的渠道确实值钱，就是不好啃吧。苏童那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几个股东早就不满了，咱们稍微一敲就能倒戈。你负责出资金拉股价，我负责搅局挖股东。拿到控制权之后，水产渠道归你，文旅项目归我。听起来倒是不错，可万一失手了呢？董明现在势头正盛，还有赵天成等一众不好帮他。势头盛有什么用？他再厉害，还能管得了股市？咱们悄悄西除，等他反应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张总还犹豫？行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资金我明天就到位，你那边动作快点。董明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苏氏这个帮手，你的综合体还怎么开下去？跟我斗，我让你赔得底朝天！苏总，查清楚了吗？到底是谁在暗中吸筹？再这么涨下去，咱们手里的股权可就不稳了。唉，我听说王厚德联系了外地的资本，就是冲着咱们控制权来的。苏总，咱们手里的增持资金不够，要不咱们先妥协，跟他们谈谈条件。慌什么？不过是资金炒作而已，控制权没那么容易丢。大家先稳住，别自乱阵脚。姐，不好了，又有2个小股东在打听消息，好像被人接触过，心思有点过分了。你看我就说吧，再不想办法，人心就散了。资金的事我来想办法，你们回去安抚好其他股东，通知他们过来开会，别跟着乱。苏氏不会有事的。姐，咱们真的能扛住吗？王厚德这次来势汹汹，带了这么多资金，咱们要不找董明哥想想办法？他项目上的事儿已经够多了，先别打扰他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苏总，我听说苏氏股价出事了，是不是王厚德搞的鬼？要不要我跟董明说一声，让他拿个主意？没事，一点小波动我能处理，你们先忙项目的事，别分心。苏总，都3天了，王厚德联合外地资本一直在扫货，股价被拉了快20%，咱们手里的增持资金快见底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控制权真的悬了。是啊，苏总，对方资金量太大了，跟不要钱似的往里砸，咱们硬扛怕是扛不住，到时候控制权丢了，连咱们手里的股份都得贬值，损失更大。要不，咱们先跟对方谈谈条件，让出部分股权，换个和平共处，总比最后被强行收购强吧。谈什么谈？王厚德是什么人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他要的是整个苏氏的控制权，真让他拿到话语权，咱们公司就彻底完了。苏总，没钱怎么扛？我们也不想公司出事，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股价涨，咱们什么都不做吧？就是啊，苏总，你倒是拿个准主意，再耗下去，等对方举牌，咱们就被动了。要不找董明想想办法，说不定能凑点钱。董明，他一个搞渔场的，能有多少现金流？都安静点，资金的事我再想办法。各位先稳住，别自乱阵脚，控制权不会丢，苏氏也不会有事。苏总，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可钱在哪儿呢？再等2天，人家都快成第1大股东了。资金的事我来解决，各位股东不用担心，苏氏的控制权丢不了。董老板，你知道对方砸了多少钱吗？几十亿的资金量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几十亿很多吗？苏总，借一步说话。你不用勉强，几十亿不是小数目，别因为苏氏影响了你自己的项目。没事，我已经安排人出手一部分沉船黄金和珍宝，资金今天就能到位，直接进场增持。另外，我联系了赵天成和几个商界朋友，他们也会帮忙托底。珍宝节价出手太亏了，不然再想想办法。控制权优先，
亏点钱不算什么。另外，你跟股东们说，只要稳住手里的股份，年底龙溪湾项目的分红，给各位股东多算2个点。谢谢你。合作而已，不用客气。怎么样了？苏氏那边撑不住了吧？苏统有没有派人过来谈条件？王总，不行啊，董明的资金突然进场，还有赵天成那帮人也在帮他增持，咱们根本抢不到多少股权。你说什么？董明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几十亿砸进去，他连眼睛都不眨。听说他变卖了不少沉船古董和深海珍宝，资金量深不可测。滨海好几个富商都在帮他，咱们砸进去的钱，连水响都没有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几十亿砸进去，连个水响都没有，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还有王总，咱们自己的资金链也崩到极限了，为了凑钱收购苏氏，好几个地产项目都停了工，债主已经在催款了。催款？董明，又是董明，我就不信他永远这么好运。王总，要不咱们收手吧，再砸下去，咱们自己先扛不住了。收手？我投了这么多钱进去，现在收手？我不甘心，给我等着，我还有的是办法治他。董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苏氏可就危险了。以后有董总入股，咱们公司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是啊是啊，董总资金实力雄厚，还有龙溪湾项目加持，咱们跟着董总干，肯定亏不了。我决定乘胜追击，吞下王厚德的入场资金，顺势注资苏氏集团，正式成为公司第2大股东。如今董总是公司第2大股东，一切都听董总的。我支持董总进入董事会，我想苏总对此也是支持的。这次真的多亏了你，要是没有你，苏氏这次真的危险了。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合作共赢，谈不上人情。有了这笔资金，苏氏也能反向扩张，水产和文旅板块都可以再拓一拓，咱们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。董明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几十亿说拿就拿出来，王浩德估计都要气疯了。气疯是他的事，咱们做好自己的生意就行。董明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咱们不仅守住了公司，还一口气拿下了周边3个产市场。现在整个滨海的水产流通渠道，咱们占了1半还多。之前谈了大半年都拿不下的批发商，现在都主动找上门合作。渠道打通之后，龙栖湾的水产供应成本能降20%，完全不用再愁出货。供应链衔接没问题，别到时候钓场和餐厅工业跟不上，砸了口碑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了专人对接，冷链仓储也同步升级。咱们渔场的珍稀渔季，当天就能送到高端餐厅和会员手里，新鲜度绝对有保障。还有刚收的2家文旅公司，手里攥着好多高端客群资源呢。好多定制游流行车都在问龙溪湾的套餐，试营业的体验名额刚放出去，半天就被抢光了。一期收尾工作盯紧点，装修品质、消防标准、服务流程都不能打折扣。我每天都去工地盯，装修用的都是最高规格的环保材料，深海体液罐的互动设备也都调试完了，绝对能超出所有人预期。我还联系了20多家主流媒体和头部稳旅博主，当天全程直播报道，保证龙溪湾一炮而红，直接火遍全国。董明弟弟，都安排好了，明天来的嘉宾和媒体全部对接完毕，赵总、周会长还有10几位商界的老板都确认出席。安保和应急方案都备好了，都备妥了。安保加了1倍人手，巡逻队每半小时绕远区1圈，所有出入口都有人盯，医疗点、消防设备也都布置到位，绝对出不了岔子。那就好。会员那边我也筛了一遍，只放了受邀的至尊卡会员进场，其他人都推到正式开业了。好多老板托关系想提前进来，我都按你说的婉拒了。就得吊着点胃口，才显得咱们高端。明天人多眼杂，服务和安全都要盯紧，尤其是珍稀渔区，别让客人乱碰乱喂。放心，我都跟团队交代3遍了，保证万无一失。等试营业圆满结束，咱们就等着名气大照吧。这只是开始。汪总，今天又有3个债主堵在楼下，说再不给钱，就直接去法院起诉咱们了。我现在拿什么给他们？董明把我逼到这步鉴定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可咱们现在是真没辙了，能卖的资产都卖得差不多了，再凑不到钱，公司真撑不住了。撑不住，未必。董明的珍稀鱼养殖区里
随便一条金红龙鱼都值上百万，咱们深夜摸进去，捞个3、5条就能缓过来这口气。王总，这可不行啊！偷东西是犯法的，而且董明那儿挺严的，监控加巡逻队，万一被抓住了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怕什么？我都踩好点了，到时候翻进去速战速决，10分钟就能出来。万一被抓现墙呢？抓着又怎么样？咱们就说喝醉了走错路了，他还能把咱们送进去？行，干了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就今晚，月黑风高，正好办事儿。王总，巡逻队刚走，现在没人，赶紧翻。王总，哪条鱼值钱啊？别捞错了，白忙活。慌什么？金红色的，个头越大越值钱，都小心点，别弄出动静。我的乖乖，董明那小子运气是真好，就这几条，随便一条都能卖上百万，发了，这回真能翻身了。王总，快点动手，别磨蹭，一会儿巡逻队该赚回来了。急什么？我先捞最大的那条，这条最值钱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人？大半夜偷摸进养殖区，想干什么？松开！我就是走错路了，我们就是路过，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王总，深夜闯我养殖区不是第一次了吧？上次堵码头，这次偷鱼，王总花样还挺多。我就是走错地方了，你别污蔑人。走错地方，围墙2米高，你翻进来也是走错了。养殖区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你想抵赖？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王总喜欢鱼，那就按市场价10倍买下来，不然明天滨海所有媒体都会收到王总今天所做的丑态。10倍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你可以不答应，我无所谓，就是不知道王总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活该！谁让他天天搞小动作？这次栽了吧？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找麻烦。这下好了，滨海终于清静了，没人再给咱们使绊子了。王厚德现在是彻底撑不住了，正在低价抛售资产抵债。他手里3块临海地块，位置刚好挨着咱们龙溪湾，价格压得比市场价低30%还多。咱们现在资金充足。要是把这些都拿下来，商业版图直接就能扩到市中心。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谁能想到，当初快倒闭的破渔场，现在能攒下这么大的家业？这3块临海地，刚好能做龙溪湾2、3期的储备用地。没错，我算过，连起来刚好能把整个湾区都包下来，以后建海洋科研中心、繁育基地、高端别墅区都够用，不用再跟别家拿地扯皮。行，全要了。价格还能再压一点，他现在急着要钱，没底气跟咱们耗。太好了，等拿下这些物业，咱们龙溪湾的牌子直接就能打进市中心高端圈。你这孩子，做事就是稳准狠。想当年你爹守着几亩渔场都发愁，现在倒好，连市中心的楼盘都能拿下了。董兄弟，年轻有为啊！短短1年多时间，从渔村小渔场做到横跨水产、文旅、地产3个领域，滨海商街独一份。运气好罢了。哈哈，运气，光靠运气可走不到这一步。以后咱们可得多多合作。我手里的高端餐饮、私人会所、水产全从你这儿进，价格不是问题。赵总客气了，互相合作，共赢才是长久之道。赵总放心，以后咱们的远洋船队建起来，还有更多稀有的深海渔获，肯定能满足高端餐饮的需求。远洋船队，董兄弟还要往远洋发展？近海资源有限，总得往远了走。好，有魄力。等你远洋渔获回来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全包圆了。近海的资源毕竟有限，想要真正做大，就得往远洋走。组建专业的远洋捕捞与勘探团队，既能捕捞珍稀深海渔获，也能勘探沉船和海底资源。苏氏有现成的海外销售渠道，也有远洋贸易资质，资金方面也完全没问题。宣传和会员运营我能跟上，到时候搞个远洋渔获预定、深海探秘主题活动，肯定能爆火。远洋倒是好，就是太危险了吧？远海天气多变，还有海盗什么的。周叔放心，都找专业团队配好设备，不会有事。守着家门口永远做不大。也是，你决定的事从来都没错，我支持你。
那就这么定了，远洋项目正式启动。定了。船员和勘探队的简历我都筛好了，你抽空看看。你这是在翻什么呢？一堆旧书。沉船里带出来的古籍，看看有没有远洋航线的记载。有发现吗？你看这里，记载了一艘古代远洋宝船，满载丝绸、瓷器和金银，返航的时候遇上风暴，沉在了外海的黑礁区。真的假的？还有宝船？那得值多少钱啊？值多少钱不好说，但肯定比之前捞的沉船加起来都多。远洋宝船，有意思。玲子，以前咱们家就一艘破渔船，现在都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了。你爹要是看见，肯定得高兴坏了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船队会越来越大，走得越来越远。董明弟弟，船员都招齐了，全是跑了10几年远洋的老水手，经验很足，探测设备也都安装调试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海外的销售渠道也都对接好了，渔货和珍宝都有稳定的销路，等首航回来就能直接对接出货。董明哥，我这次也想去远洋寻宝，我绝对不添乱，你就带我去吧。谨言，远洋很辛苦，和上次不一样，你别胡闹。我不胡闹，我都跟学校请好假了，有董明哥在，能有什么危险啊？我也去，我可以负责船上的后勤和物资管理，照顾董明弟弟你的生活。好，那这次大家都去。出发，目标外海宝船海域。董明哥，远洋也太壮观了吧，一眼望不到边。等回去我剪个视频发网上，肯定能火。别光顾着拍，涂好防晒，不然回去得脱层皮。董总，前面海域有风暴预警，咱们要不要绕路？绕路的话，会晚1天到目标海域。不用绕，风暴会往北偏，咱们按原航线走，碰不上。董总，气象预报说风暴路径是往咱们这边来的。信我的，按原航线走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董总，你也太神了，居然能预测风暴走向。我跑了20年远洋，都没这么准过。那当然，董明哥可是海龙王转世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董总，前方有海盗，3艘快艇正朝咱们过来。是海盗怎么办？咱们船上没配武器，远洋海盗心狠手辣，被他们缠上就麻烦了。别急，他们靠不上来。怎么回事？哪来的浪？稳住！快稳住！老大，不对劲儿，这浪太邪门了，再晃下去船要翻了。哇，他们居然自己跑了！董明哥，你也太乌鸦嘴了吧！说他们靠不上来，他们就真靠不上来。真是邪门，好好的突然起浪，也算咱们运气好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董总，到目标位置了，但是探测设备扫了一圈，没发现大型沉船轮廓，会不会是坐标不准？古籍记载的位置，毕竟年代久远，有偏差也正常。要不咱们扩大范围再找找。往西南方向走2海里，试试那里，海底峡谷里容易藏沉船。找到了，海底峡谷里有大型沉船，应该就是咱们要找的宝船。真的，这么大的沉船，肯定是古代远洋商船。董总，你也太神了吧！董明哥，你这嘴开光了吧？说哪有就哪有，简直比探测仪还准。先休息1天，明天正式开始下水寻宝。
这么多箱瓷器、金银器皿，还有海外珍宝，这些东西最起码价值数百亿。只是外围水雾就这么多，难以想象整艘船的货物价值有多少。这趟远洋收获太大了。这批货物出手后，足够支撑龙溪湾237全部建设，还能再扩充2支远洋船队。天哪，这一箱全是完整的青花瓷吧？还有这么多金元宝！董总，3号舱又扫到大量贵金属。还有整箱的红柏蓝宝石，这艘宝船的货，保守估计价值几百亿。董总，我跑了一辈子远洋，从没见过这么完整、这么大手笔的沉船宝藏。算上之前的红珊瑚、珍珠和极品龙鱼，这一趟下来，别说龙溪湾237建设，再组建5支远洋船队都绰绰有余。这只是……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突然晃了？没刮风，没起浪，难道是海底地质在震动？地震？海里也会地震吗？不会把船掀翻吧？不对劲，你们看海水的颜色怎么开始变了？你们看，海里在发光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蛋在动。董家第100代养龙士董明，东海青龙现世，你的机缘来了。青龙。龙，活着的龙。